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突然高调反对疫苗民族主义，用意何在？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有个叫疫苗民族主义的这个词汇那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就认真的看了一下，我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看法。先说疫情疫情现在在中国各地有疫情反弹的情况那么到底全局性的情况怎么样不清楚因为中国有这个隐瞒疫情的传统，但是可以看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另外一个，我们网友最近的爆料，以及来自这个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信息那么中国卫健委的官网，他这么说，他说2月28号，31个省新增的确诊病例27个那么其中12个境外输入那么上海4个，四川3个，天津1个，内蒙1个。福建1个，河南1个，广东1个，本土病例是15个，那么辽宁8个，北京7个这样那么当天新增出院的病例18个，解除医学观察的这个密切接触者547个，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总计265个那么其中重症3个。那么截止12月28号，31个省现有的确诊病例是348个，其中重症5个那么31个省新增加的无症状的感染者8个，其中境外输入6个当天转为确诊的7个。境外输入4个那么数量并不多但是以中国号称清零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是出现了反弹那么有没有第二波，我们现在不清楚我记得张文宏医生曾经说过，如果今年冬天发生第二波他不意外。那么从网友爆料的情况来看，和这个我们在推特上看各地传过来的情况来看，各地的确出现了反弹其中最明显的案例是哪里？是北京而且北京在往外输出这是一个情况。那么中国的方式是什么？中国的方式我们形容它叫灭火毯，直接盖上去。那么国庆节之后，其实这件事情是从国庆节之后，一个是青岛山东青岛，一个是新疆喀什出现了小规模的爆发，然后黑龙江、吉林、北京、辽宁、新疆、山东陆续都出现了本地传播然后就触发了当地大规模检测和封城疾控中心副主任叫冯子健他在描述中国的疫情策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旦疫情发生，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它重新归零重新回到传播阻断的状态，这是我们国家的策略。我把它归纳成叫灭火毯灭火毯盖上去灭火。那灭火毯的策略大概有4个那么4个策略，第一个就是筛查确诊案例，而且确诊案例的门槛很高，就没那么容易确诊就是说有2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已经有的标准，然后加上临床，这2个一个标准，一个临床确诊条件是很高的中国的确诊条件基本上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的确诊案例少，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但瞒报是另外一个原因
第二个这个追查这个接触人群就是往上追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大规模的检测第四个，围绕确诊案例进行小区封停，就是你这个小区发现了一个，那这个小区就进行封停那么或者是围绕着这一个方圆1平方公里的小区全部封停，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策略这就灭火毯的策略4点那么这种灭火毯的策略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呢，是可以阻断这个疫情的发展，但是这个策略非常的粗暴，它基本上有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追踪这个确诊，追踪这个接触人群，确诊病例的接触人群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它记不全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而且你要知道，潜伏期有2周，10天到2周这么长，那么中间他接触了多少人，它是不可靠的这里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你怎么知道他其中有一个密切接触就传染了，然后而且他正好又忘记了这个案例，所以追踪这个接触人群只是聊备一格，心理上安慰而已，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检测试剂的准确性，中国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你进行大规模检测的时候，如果你检测率这个准确率不高的话，实际上你这大规模的检测除了挣钱，一不小心挣了好多钱以外意义也不太大，因为中间大家知道一个漏网你就可能产生就把你这个清零完全破掉了，你这个策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检测管理混乱后果非常严重。你想一下，你检测的目的是什么？你检测目的是要把感染者或者是病人从这人群中找出来进行隔离，这个措施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看一下中国的这个检测的这个管理一塌糊涂，实际上会造成什么？造成一个新的传染源，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这是第3点。第4点，小区封停代价巨大这个中国的小区封停跟其他国家的封停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西方国家说是说封停，其实它不完全是跟中国直接把这个楼道的那个大门铁门给焊死，那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小区封停代价巨大，次生性灾难会引发次生性灾难，甚至次生性的灾难比灾难本身还严重，然后社会经济成本巨大。所以这种灭火毯式的这个策略在你的医疗资源已经无法支撑的情况下进行这种策略情有可原，但是现在仍然采取这个策略只能说明一点你的水平太差了只能说明你的水平太差我们现在不了解目前中国全国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因为官方隐瞒，然后我们又没有这种手段，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疫情反弹是真的这个没有意外这官方也在公布这数据，然后我们在这个网友报告，包括这个推特、社交媒体等上面反映出来的情况是中国正在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幅度有多大，规模有多大，我们还不掌握但是这里面有个情况，什么情况？突然关于疫情这个舆论突然又出现了这里有一个中科院的院士疾控中心主任叫高福高福今天就出来接受这个新华社的采访谈非常长这个人呢
这个人在疫情最重要的时候，这个人掉链子啊，掉什么链子哈？他去年12月，整个12月，你可以去看记录啊，我不知道中共有没有把它删掉啊。在整个12月，他一直是官方出来讲武汉肺炎病毒啊，就那个时候就叫武汉肺炎病毒啊，武汉肺炎病毒不会人传人，一直就是高福在讲啊，他一直在讲。到了1月3号之后，他在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叫主管 CDC 主管叫 Robert Redfield 通电话的时候啊，他在电话里面哭着跟这个 Redfield 讲，他说：“我想我们可能太迟了。”这是谁说的？这是 Redfield 跟这个纽约客美国的杂志《纽约客》说的。所以你可以看他在私底下说的和他在公开场合说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人呢，我对他印象非常差，在整个疫情报道当中，他没有发挥一星点的正面的作用，就是这个高福28号接受这个新华社的采访，他说了几段话啊，我念一下啊。第一个，他说为什么西方不做灭活疫苗呢？灭活疫苗的生产需要生产企业具备生物安全3级防护标准。我们当时是把实验室用的 P3 实验室临时转化为可以生产疫苗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生物安全问题，他们没有，所以灭活疫苗这条线路没有走，这是高福说的啊。他们走的是 mRNA 疫苗线路，这个疫苗是为癌症病人研究的疫苗，用于治疗癌症的，给病人用，给健康人用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它未来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至少没有排除，因为人类将是第一次把 mRNA 疫苗打在健康人身上，所以背后还有个安全问题。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们一定要分析好坏，这是个科学的态度。从目前来讲，灭活疫苗当时布局是很好的，而且我们走得很快，在一些地方反馈的消息来看，效果也很好。这就是一个中科院的院士，而且他是中国的 CDC， 就是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讲的话，科学吗？科学吗？他真的不专业啊！就是他这番话讲的真的是非常不专业，因为没有一个药是完全可靠的，任何药都可能有副作用。我们现在为什么用 mRNA？ 原因不是因为它没有副作用，或者不可能没有副作用，是它有副作用，而是我们需要尽快的用它抵抗。作为一个院士跑出来讲西方国家不用灭活疫苗，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设施，我觉得这太不专业了啊。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没有科学精神啊。最后他讲了一番话，他讲什么话呢？我们现在不是比疫苗谁快谁慢，谁好谁坏啊，我们现在是和病毒比，看谁把病毒挡住。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病毒，不是欧洲、美国还是哪个国家，也不是公司之间的竞争，人类要联合起来。这个话一下子这个调子一下拉得很高了。你想一下啊，在此之前，中国媒体每天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中国疫情控制得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中国疫苗外交，中国用疫苗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你看这个非洲也在用，亚洲也在用，这个第三世界都在用啊。那么中国是先发先治啊，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嘲笑西方疫情失控，各种冷嘲热讽，各种幸灾乐祸，这中国媒体干的事情。
中国这个医疗界为他们提供炮弹啊。那么现在为什么你看高福的话一下子画风转过来了？转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跟欧洲的疫苗面世啊。那么而且这些疫苗开始全面接种，欧洲、英国、美国都开始种了啊，开始接种了。那个加拿大啊也开始接种这个疫苗。接种疫苗这件事情啊，就让整个全球的疫情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第一，疫苗才是控制疫情的终结者，这第一个。第二个，疫苗需要科技能力啊，疫苗其实在这么短时间能够开发出一个疫苗来，你当然不能求全啊。就像高福刚才讲那个话，有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说有什么后果啊？他说什么？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当然会有副作用，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在紧急使用。什么叫紧急使用啊？所以说他说这番话非常不厚道啊。那么之前中共吹着牛皮，现在吹破了啊，吹破了。于是呢，优越性是哪来的？优越性不是比出来的，不比哪来的优越性？你之前讲你优越性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讲我们不和谁比，我们也不和谁比，我们只和病毒比？你那个时候吹牛皮的时候，说我们有社会主义优越性，你不是跟谁比吗？跟现在高福就跑出来讲，往回斗，说我们不跟谁比，我们不比好坏，怎么能不比好坏？一定要比好坏好吗？然后不比谁快慢啊。那卖干就是中共就是这样啊，当他卖乖的时候，比天高，比地厚，比谁都强啊，举世无双啊。那么现在呢，牛皮要吹破了，牛皮要吹破的时候呢，他一看形势不对，出来说好听的了，我们跟谁都不比啊，就说这个话。另一头，中国外交部这个战狼又出来了啊，战狼说法呢，就翻过来说，同一件事情，用战狼的语言又重新讲一遍，怎么讲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于新冠疫苗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应树立共赢观念摒弃零和思维，共同反对损人利己、囤积居奇、蛮横垄断的行径。蛮横垄断、囤积居奇尤其要反对疫苗民族主义。我这第一次听到疫苗还有民族主义。他这么说，他说，赵立坚说中国已经在国内批准疫苗紧急使用迄今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案例那么中国疫苗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阿联酋巴林已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的灭活疫苗的注册，并提出采购中国疫苗。然后关于疫苗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应树立共赢观念，摒弃零和游戏，共同反对损人利己、囤积居奇的蛮横垄断的行径，尤其要反对疫苗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好，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疫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其实中共所谓的民族主义，在中共语境当中，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对非洲进行支援，这叫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是什么？我关起门来，我管自己，不管别人，就叫民族主义反对外来的影响，就是民族主义那么他讲这个话，第一，要兜之前吹的牛去年吹的牛皮要吹破了，要敢往回兜这第一个兜呢，这个战狼的兜法呢，跟这个高福就不一样。高福呢就说的比较委婉，姿态高一点把调门往高拉那是往回兜。战狼的兜法呢，就是反对就是用呲牙的方式
就是往回都之前就要吹破的牛皮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当然这里面隐含的另外一个没有说不出来的话，就是害怕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疫苗封锁。你看他这个话怎么说？囤积居奇，你不卖给我就是囤积居奇嘛，对不对？你搞这个不卖给我就是蛮横垄断嘛，对不对啊？这就是害怕西方国家对他进行疫苗垄断、疫苗封锁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他还需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还是要用这种战狼姿态？因为他还需要卖嘛，他还需要卖疫苗给第三世界国家，要挣钱，要继续捞取他的政治利益啊，这第三点。第四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国产疫苗不靠谱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产疫苗不靠谱。如果靠谱，他要什么国际合作？他根本不国际合作，他只进行国际援助就行了。那姿态得摆得多高？就这4点，你可以看，从高福的言论，从这个赵立坚的言论，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国际疫情，国际整个防控疫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西方国家开发出疫苗。中国虽然自己说已经有疫苗，但是中国疫苗到底行不行呢？如果中国疫苗行的话，我觉得这个牛皮它吹不破，它不需要吹破。好，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中国疫苗到底怎么样？其实从这个月的20号开始，19号、20号开始，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疫苗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我跟大家报告一下。12月19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这个记者会啊，那么权威的了，这够权威了。卫健委的副主任曾益新回答问题啊，他也是这个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啊，那么这个够权威了。他这么说，他讲中国疫苗的情况。4月2号批准第一个疫苗进入1、2期临床实验，6月份批准了3个疫苗紧急使用，7月份多个疫苗陆续到7月份疫苗到海外进行3期临床。那么这是疫苗的情况啊，疫苗情况。6月份曾经3个疫苗紧急使用，到底是什么他都没说啊，也不公布啊。然后呢，这个多个疫苗在海外临床也不说也不公布啊。那么4月2号第一个进入这个1期、2期到底是谁也不说也不公布啊。然后他说呢，在冬春季节来临之际，也没有日期啊。那么对重点人群啊，冬春到来之际，对重点人群，冷链物流人员、海关边检人员、医疗疾控人员、农贸市场、海鲜市场工作人员、公共交通工作人员等展开新冠病毒的接种工作。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他说这些人群到底是全国性的呢，还是部分省市呢？哪些省进行哪些呢？你注射，你这个进行接种的是哪家公司的哪一种疫苗？没有，不讲啊，这不讲。然后他又说，他随着疫苗正式的批准，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相对感染以后危险较大的高危人群，以及后续的普通人群，会有效的全面有序的铺开啊，那就是准备开始动了。那么力争主动免疫的方式建立群体免疫保护力，这个很奇怪啊。如果你要建立这个群体免疫的保护力呢，那就应该从
这个青壮年开始，因为他们才能有效的挡住啊。那如果你要保护这个高危人群，那就是从老年人开始。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肯定是第一步先保护那些有危险的人群，有危险的人群应该是医疗人员。从目前我们全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网友的信息来看，根本没有秩序，各地的政策完全不同啊。然后他就说，这个相关部门会切实把握好疫苗质量关啊。那这个肯定是这种承诺肯定是狗屁不通，因为疫苗管理部门一直就没有把好疫苗关，中国的疫苗99%都是无效的，我不相信这次它又有效啊。那么有五毛不断的跑来我们的节目来说，你凭什么说中国的疫苗不可靠？我没有什么凭据，我就是看他们的历史记录，我就有凭证，就是他们干得不好，我不相信他有可靠。我不知道他有多坏，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没多好，这是肯定的啊。然后还要什么呢？做好疫苗科普，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强化公民接种疫苗的义务和责任意识，这完全是矛盾的嘛。你既然又让人知情，又让人同意，你又要强化别人的义务和责任，你到底是想干嘛啊？这就胡扯啊！这个副主任啊，卫健委的副主任叫曾益新，他开了整个记者会，他就没讲我们后面大概想干嘛，整个记者会都不讲。结果第二天，原上海疾控中心的这个规划师叫陶丽娜，第二天就说啊，他说中国第一批新冠疫苗预计5000万人次，从1月15号接种完毕，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展了这个疫苗的接种工作，一直到明年1月15号要接种完毕，第二针2月15号完成。其实呢，这个卫健委的主任在那记者会上呢，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就不说，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安排，一片混乱啊。那这里面涉及什么呢？涉及到这里面最重要，为什么他们这么乱？有3个原因，我研判。第一个原因就心里没底。你可以看到现在为止啊，按照中国的这个疫苗管理法自己规定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2019年去年通过的疫苗管理法。疫苗管理法规定的很清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批准疫苗注册申请时，对疫苗的生产工艺、质量控制标准和说明书标签予以核准。然后呢，这个国务院这个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及时公布疫苗说明书标签内容。就是说，卫健委或者是药品监督管理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该在它的网站公布什么呢？公布3件事。第一件事，你批准了使用哪种疫苗，这第一件事你要公告大家。第二个，你要告诉大家你批准了哪些药。第三个，这个药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得公布，全部他讲得很清楚啊。有没有公布？没有。现在全国都在打，6月份打过一次啊。这个你看，按照这个曾益新讲的啊，6月份打过一次啊，紧急使用，然后现在一直在打啊，然后未来这一次呢是5000万人次，这么大规模1000万级人次的疫苗接种没有公布。也不知道这个药品的标签名称，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要求公布疫苗的说明书啊，标签内容没有，完全没有，政府自己在违法。所以我就总结是什么呢？就是介绍情况支支吾吾啊，
就是不告诉你的，做起事情偷偷摸摸啊，不告诉你，不让大家知道啊，偷偷摸摸搞啊，他的目的鬼鬼祟祟。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中共从来不在乎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啊，他只在乎3件事。第一，挣钱，这跟现在这个混乱局面跟什么有关？跟利益有关，跟利益有关。在这疫苗厂家背后就各种利益啊。第一，他只在乎第一挣钱，第二政治利益啊，政治利益啊，第三吹牛，他方便他吹牛，方便吹牛是什么意思？背后就是宣传、洗脑，就这3件事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高调的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啊？我第一次听说啊，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下面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其实是因为疫情我还是非常的关注啊。那么虽然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新闻都在发生，但是我还是觉得疫情关乎千家万户，关乎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很重要。中共一直在草菅人命，所以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非常的愤怒，所以我还是要去做这个节目来揭露他们，好吗？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另外呢，我再说明一下，12月31号直播1我们进行跨年直播，这边有2点请大家留意啊。第一点，请大家准备2件事，第一个就是你的2020年最难忘的一件事啊，请大家统一规格，前面2个字啊就是难忘，第二个就是愿望，2021年的新年愿望，前面加2个字愿望冒号，叫我们统一队形，方便这个互动宝贝整理啊。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会播报出来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可能在线的人，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的这个跨年直播的节目质量取决于2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参与的人到底有多少啊？如果人太少，我们内容就没那么丰富啊，人稍微要多一点，我们会比较热闹。我还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时刻啊，所以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跨年直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在这次跨年直播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不聊天，好不好？尽量的让留出这个空间来，给大家发这些我们的愿望和这个难忘的事件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整个的直播的过程保持我们互动环节的高品质的状态，好不好？谢谢大家啊，谢谢。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好，明谢郭九英，谢谢。Kopunse， 谢谢。林 Takayama， 谢谢。CHN， 谢谢。大陆高调歌颂大情妇啊，大情妇 ，OK， 是为了武统台湾造势吗？背后推背图说辛丑年比庚子年更艰难，请问王老师有这个可能性吗？我对武统这件事情，我一直强调，中共一直没有能力武统，到目前为止没有武统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武器装备陆陆续续到位，那么中共武统台湾的这种可能性变得比原来更加渺茫啊。为什么？打不赢啊，就是打不赢啊，没有实力啊，打不赢啊。那么一个战争有3个要素啊。第一，你的目标
第二，你的能力；第三，你的代价。任何一场战争，发动任何一场战争的人，他都要考虑这3个因素。那么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你预期的目的，你都没办法发动一场战争。虽然习近平很疯狂啊，但他不傻，他非常精明，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会脑门子一热他就发动一场战争，打不赢的战争打来之后，他可能失去这个政权。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中共有能力进行武统，所以这件事情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啊。这是我一贯的立场，除非我见到了这件事情出现逆转的情况。当它出现逆转的时候，不用着急，我一定会及时的向大家通报B Wolf Lin 谢谢啊。观点：中共真不要脸，疫情初期在国外大量购买囤积 N95 口罩，还限制口罩出口，现在反打一耙，说其他国家在疫苗问题上囤积居奇，颠倒黑白，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了，就是厚颜无耻啊！观点：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无非就是自己的防疫无能做背书，到时候大规模进口疫苗也就名正言顺了。就是打脸是要打的啦，但是他就给自己打脸找一个理由而已啊。情况大约9月份，湖南某地要60岁以上老人打疫苗，490元一支，要打2次，我岳母打了。当时我说这是3期临床实验，不应该收钱，国内已经乱套了，一是没有伦理道德，二是没有商业道德。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共没有道德。中共作为一个唯一的执政党，作为一个独裁的执政党，他没有道德，那整个国家就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是没有道德，跟在所有的领域都没有道德，不是商业领域没有道德，任何领域都没有道德啊。情况坐标北平，现在医院内部都让打国产疫苗，国产新冠疫苗，之前让大家自愿报名科兴的疫苗，可能是报名人数不多，前天再开动员会，说原则上没有禁忌，都必须全员注射疫苗，动员后又再让人报名，报名条件上仍然是自愿，但是谁都知道不报名不行。开会时还特别强调，注射现场不能够拍照，不能发朋友圈、微博等。有认识药监局的朋友说，这批疫苗的3期临床在国外做的特别仓促，能不打就先别打。仓不仓促我都建议大家不要打。为什么？中国的疫苗行业臭名昭著，我讲的是臭名昭著。中国的疫苗99%都是假的，所以你想一下，你们自己去验一下，你的乙肝打过以后还有没有抗体，你看看啊。所以他们做这些事情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所以臭名昭著的人出的这么重要的疫苗，你信吗？我是不信。有人问我有什么依据，我没什么依据，我就知道历史，我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这个我没有凭证，但是我认为我的判断是足够的啊。科兴的疫苗我们公司在打，因为大量人员在出国，打疫苗前要看一个宣传片，全程保密啊，就是鬼鬼祟祟嘛，偷偷摸摸嘛，支支吾吾嘛，这就是我说的。说明情况的时候支支吾吾，做起事情来偷偷摸摸，他的目的鬼鬼祟祟啊，就这个啊。情况加观点，朋友在国企工作，他说他们单位已经把防疫变成政治任务，要是出现几个病例，领导要被免职。这种模式下，领导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防御只是为了他们自己，怎么可能为了百姓？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情况：杭州今天29号上午有确诊1例，病人职业防疫中心保安防疫中心保安，他应该打了疫苗，怎么又有确诊病例呢？
像防疫中心这些人应该全员注射接种疫苗，怎么还会这样啊？情况，杭州今天刚刚下达每个医生护士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命令，明确的说是3期实验疫苗，但不清楚是否需要医生护士自己掏钱。情况，我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工作，周边很多同事打了中国疫苗，然后没有多久就感染了。情况，坐标北京，北京城内大家没感觉很严重，只是小区出入更严了一些，其他地方倒是吓得要死啊。情况，我在东莞东城街道上班的一个朋友，3、4天前告诉我，当地确诊了一个韩国人，此人早就在中国出差到哪里进行商务洽谈，那里有一个韩国人聚集区，不知道此人是不是跟老乡接触时感染。后来此人去过的工厂连人带厂房一起封了，关键是新闻上根本看不到东莞这个病例，那就太正常，就是隐瞒疫情是中共的传统。情况，坐标上海某大型国企，刚工作，前2天邮件统计疫苗意向，我果断选择不打。部门大概有30的人愿意参加接种啊，为他们感到担心啊。情况，同学儿子在大连某学院读书，大连病例发生地和学校相距几十公里，1周前学校被要求封锁，孩子连夜叫了黄牛车逃离学校，很多孩子逃离大连，学校也无可奈何，不做追究啊。提问，欧美国家都在努力与病毒共存，但中国试图病毒清零，这种防御策略不同，是否与中国开放国门变得遥遥无期？我还是那句话，病毒清零是就是说它清零当然是这个案例清零，案例清零它的清零的办法是什么？清零的办法是统计上清零啊，不说，清零是不可能的。因为病毒已经深入到社区当中去了，你怎么清零？你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阻断。阻断的条件是什么？阻断的条件一种方法就是关大家不准出门，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就是免疫啊，就是群体免疫。群体免疫你必须要疫苗。所以大家要明白，就是清零是一个不科学的策略。不科学的策略清零。那么你现在的这种方法打开国门遥遥无期，不是的。中国打开国门的情况会是什么情况？其他国家全部都实行了这个叫群体免疫，那中国不就打开国门了？但是问题是你打开国门，别人不让你去啊，你说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搞定啊。所以打开国门这件事情，现在中国天天喊我们要防止输入型，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本地仅仅防止输入是不对的，因为本地病毒已经深入社区了，你防入输入，你本地还是会发生，事实上就是这样。情绪啊，用政治解决疫苗问题会出事的啊。就是这样，就是说，吹牛，当然你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去吹牛啊，是有效的啊，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一直吹牛，那是不行，一定会吹破的。所以你先看啊，现在他们开始转弯了，知道这个要破了啊，开始往回兜了。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他开始往回兜了啊，往回兜说明2点。第一点，他非常害怕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跟德国，要是封锁啊，就是封锁西方国家封锁疫苗不卖给他，他就很麻烦，他就很害怕这一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知道他自己的疫苗，国产疫苗不靠谱，就这2条。其实他转弯的原因就是2个原因啊。观点，疫苗这回事，去下订单买就能排到，
只是先后问题啊。现在中国这论调出来，明显是为自己疫苗牛皮吹破洗地啊。情况：宁夏、甘肃、山西医疗工作者、学生、公务员必须接种疫苗，不打不能上学上班。前同事说，疫苗运输中的温控、避光、减震等规定一个都没有做到，扔货车上和其他药品一样拉走。接收单位爱要不要，我很愤怒。我家几个侄儿侄女都还在国内，揪心的圣诞都没过好，以后这可咋办？做正事千疮百孔，这就是中共啊。所以你觉得这个会做得好吗？我不相信他做得好，我不相信他做得好啊。观点：中共现在把所有疫情反弹的责任归咎于回国民众冷链或者是进口车的零配件，真是奇葩了。后两个理由撒谎撒到外太空了。还有国内的韭菜真相信，微信上无数七大姑八大姨发这种帖子，说是回国人员带回病毒，那么回国前48小时要求所有人做双阴性的检测，然后申请健康码，回国隔离21天，这都是白做的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用这种手段变相禁止自己的公民回国，然后编造谎言，把疫情责任推到这些人身上。还是那句话，无耻无底线啊！情况：以色列前段时间开始接种啊，医保覆盖，我认识的人中有3个是高危人群，一个肺癌康复者，2个80岁以上，接种第1针之后，目前没有任何副作用。搞不懂国内竟然不给高危人群优先接种，不给这群人接种，到底还是要死人吗？怎么清零？你知道为什么不给这些人接种吗？因为那个疫苗不靠谱啊。那疫苗不靠谱，你万一这些人一打出问题怎么办？死人这东西很难瞒得住的嘛，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不优先安排这些人？我认为这原因就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很清楚这个疫苗不靠谱啊。观点：中国之所以反对疫苗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自己的疫苗不行，担心西方国家用疫苗制裁中国，但这明显是小人之心。欧美的制裁是有底线的，他们不会拿普通人的性命做赌注，就像中共经常用欧美断粮来吓唬国人，鼓励一定要粮食自己一样。但是现代西方国家是不会用粮食为手段制裁任何国家。对，这就是大家的不一样啊。情况：到美国上中小学的小留学生在入学前的体检时，经常被查出来某些应该是抗体阳性的反应是阴性，可是疫苗记录上写着大陆早就打过相应的疫苗，为了上学必须在美国重新补打疫苗。我们家娃全部重新打一遍，全部打了一遍，重新打一遍啊。情况：匈牙利、奥地利、斯洛伐克进行了封国，但是民众依然可以去另外2个国家购物，在宵禁时间到之前回家就可以了啊。观点：中国产疫苗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只是有效是50%上下，但是一个有效率只有50%的疫苗和打不打有多大的意义，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还是一句话，国产疫苗应该先让领导先打，习总先上，高福次之，然后赵立坚跟上，非常正确，让他们3个先打了再说啊。应该让所有的卫健委先打，整个的团打啊，团打。观点：王老师一直在突破中共的盲点，中共疫苗可能和葡萄糖加生理盐水差不多。OK， 情况加提问：土共什么都是假的。最近在亲身经历一场假民主选举，明明已经内定好了村干部名单，却装模作样搞投票，引导村民投他们名单上的人，村民选出来的人不是他们选定的，就强迫那个人签字放弃当选承诺，说你不符合街道10多个部门审查资格。既然如此，何必劳民伤财搞选举，直接宣布任命，谁不就完了吗？
观点最简单的逻辑，疫情最严重的1月27日，只有李克强去了武汉方舱医院指挥，3月10号武汉彻底安全了，习近平才去。如果国产疫苗现在确认有效，副作用很小，那么像美国一样，领导带头直播打疫苗并大书特书，才能充分体现优越性。然而并没有发生。这个时候不能打，别这个时候打。什么时候打？就是美国就是辉瑞疫苗出来之前，这个政局常委排队打疫苗，这才能说明问题。这个时候打，你哪知道那里面的疫苗到底是国产疫苗还是进口的？我怀疑它就是进口疫苗，所以现在别演这个戏，这个戏没用啊，都信不过。观点：回国人员登机前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回国后隔离14天，至少2次核酸检测，前后至少3次，结果还能把责任推给归国人员，到底是核酸太不准，还是中国人太多人感染？情况我最近去 GP 常规验血，真的验到甲肝、乙肝没有疫苗作用。以前在大陆打过疫苗。情况我妹妹在国有企业上班，微信群现在早已经开始打疫苗接龙。我妹妹经常上外网，不相信国内疫苗。观点：如果灭活疫苗这么落后的方式对 RNA 病毒有效的话，那艾滋病早就被中国消灭并获得诺贝尔奖。情况：我是80后，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在医疗系统工作，最高官到卫生厅副厅长。从小家里就告诉我，学校统一打疫苗的时候不要打，所以每次都是直接去父母工作的单位单独接种疫苗。前几年移民要交693体检表，所以去查了抗体，疫苗抗体都正常。现在回想，可能从小打的就是进口疫苗。情况：前2天大连一个老太太被防疫人员非常恶劣的赶回去，可能捂不住了，才登上新闻客户端，评论区上1万条全是骂老太太给防疫人员添麻烦的，看得人目瞪口呆。零星有几个像老太太的评论也是很委婉，我跟他们理论的评论根本发不出去。由此可见，国内只要能看到的一切信息都是有导向，所以这里面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你看到的并不是真相你看到的是他想让你看到的。在中国的媒体上，所有的媒体上都是一样，就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而是他想让你看。他是谁？网信办啊。观点：中国防疫成功绝对是吹牛。中国的厕所各种环境脏得不行，随地吐痰到处可见。我在2月份在广东的商场等了10分钟的车，就有好几个人在我面前吐痰，受不了。情况下提问：我目前在看张展案件，并且利用当初放出来的上海市党员名单在查相关人员名单。请问王先生，一个这样重要的案件，党会怎么样指挥法院来判决呢？大概的流程，王先生有经验可以谈吗？中共有一个叫政法委，政法委书记是管什么呢？管3个，公安、检察院、法院，他一人全管。所以呢，他只要开个会，把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的领导找来开个会，就可以把这事定了，就判几年，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所谓审，这种审都是装样子的，走过场，没有什么流程。所谓的程序正义在中国是不存在所以流程没有流程，就是政法委书记把这3个领导找去开个会，说这个张展的案子上面有意思，要办一下，我们就给办了嘛，然后就行，判几年，谈好了就回去照办就是了。这就是他们的程序，这就是中国的依法治国。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是
他把这个法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工具而已。他依法治国讲的不是别人，不是他自己，是我依法治你们，所以你们必须遵守法律。你们不遵守法律，看他怎么治你，他一定会治你。但是他自己不遵守法律啊，所以依法治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只是他的一个工具啊，法不对他有效啊。情况，傅聪先生离世，很多人在微博上对先生和家人的幸灾乐祸的言论，让我对中国人太失望了啊！傅聪一家真的是，是怎么说呢？是中共罪恶的一个集中体现啊。傅雷先生两口子在文革的时候上吊自杀，然后傅聪逃离中国，逃离中国还是没逃走，来自中国的病毒又把他带离了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傅聪他还有一个叫傅敏，傅敏的身世比傅聪还要惨啊。傅聪离开了中国，他之后他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傅敏更惨，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所以傅雷一家那真的是中共做的恶，在这一家人身上非常，其实我很想做一个这个节目，但是大家自己去看吧，好不好啊？情况，我们辽宁的亲友没有收到打疫苗的通知，只有供暖不足，还说供暖只是为了不动兵，不是为了提供热量。情况，上海一亲戚在市重点中学读书，前几天请张文宏去报告，张文宏说不要急着打疫苗。提问，中国政治制度和法治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会不会有一天不可调和，导致内部演变？这个话呢，不可调和。西方国家一直希望中国实现内部演变啊，这就是西方的接触战略的其中一个核心道理啊，就是西方的接触战略就是我让你吃饱饭，我让你挣到钱，我让你富裕起来，然后你富裕起来中间就有一些人他不是有钱了吗？他就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会追求他自己的个人权利，这就是西方的接触理论。那么当他去追求个人的权利的时候，就有民主自由的需求了，这是接触理论的逻辑。所以呢，西方国家6·4之后恢复跟中共的交往的最后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是基于这一套理论来的啊。这套理论就是让中国内部发生演变，但事实上现在情况证明，习近平证明西方的接触理论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制定一个脱钩战略？脱钩战略就是接触理论的一个反动啊。提问，请问王老师 ，P2P 与九鼎集团有关系吗 ？P2P 我不知道九鼎集团，抱歉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谢一下阮光能，谢谢 Helen 张，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另外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尽量的点亮小铃铛，好吗？谢谢。